聊三国一定避不了刘备。历年来关于刘备争议最大的就是他的人设，有人说他是伪君子，有人说他是真英雄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Carlo， 今天我们抛开演义，翻开史书，来聊聊历史上最真实的刘备。提到刘备啊，大家的第一印象可能是爱哭伪善，是《三国演义》里那个有点窝囊的刘皇叔。但如果我告诉你，历史上的刘备是一个脾气火爆、一言不合就亲手抽人的江湖游侠，你是不是觉得有点颠覆？今天我们就来撕掉演义的标签，来看看这个卖草鞋的地摊小贩身上到底藏着什么样的成功密码，他的一生又究竟是有多么的传奇。时间回到中平6年，也就是西元189年，刘备差点就从三国的历史舞台上物理消失。他在一场战斗中被人砍成重伤，最后是靠着躺在死人堆里装死才逃过一劫。那年他才28岁，但这只是他坎坷人生的冰山一角。刘备的身世说好听一点是中山靖王之后，汉室宗亲，但说难听一点，他就是一个家道中落的穷小子。他爹死得早，家里穷到只能跟他妈一起编草鞋卖钱，唯一能跟皇室沾点边的，可能就是他家院子里那棵长得有点像皇帝车盖的大桑树了。小的时候的刘备就是一个不安分的主，他指着家里的那棵大桑树，就跟小伙伴吹牛：若我为天子，当乘此车盖。这句话一说，把他的叔叔刘元起吓得够呛，生怕这话传出去，全家都得跟着他一起人头落地。15岁那年，刘备他妈觉得这孩子不能再这么野下去了，便送他去跟当时的大儒卢植读书。在他的同学里，就有后来大名鼎鼎的白马将军公孙瓒。但刘备从小心思根本不在读书上，用史书上的话说，叫不甚好读书，喜狗马、音乐、美食、美酒、美女。简单来说，就是一个爱玩、爱打扮、喜欢结交朋友的精神小伙。也正是这种性格，让他积攒了人生第一笔天使投资。他的叔叔刘元起看他骨骼清奇，觉得这小子将来一定能成大事，便不顾老婆的反对，硬是砸钱资助他。很快，刘备就发现，比起读书，他好像更擅长做另外一件事。当时天下大乱，黄巾起义爆发，朝廷军被打得节节败退，于是朝廷下诏让各州郡自己募兵守备。正当刘备准备投军报国之际时，他结识了生命中最重要的2个人，关羽、张飞。他们3个人没有显赫的出身，没有强大的后盾，仅凭着一腔热血便拉起了一支队伍。一个属于他们的传奇就此正式开篇。这里要澄清一个点，历史上并没有桃园3结义的说法，但他们3个人的感情比起演义里描写的还要铁。史书记载，他们倾轍同床，恩若兄弟。关羽和张飞在众人的面前永远像保镖一样站在刘备的身后，这份情谊是他们在一次一次的血战中用命换来的。刘备早期的团队就是靠着这样的人格魅力聚集起来的。他这个人喜怒不形于色，对谁都客客气气，无论是世家大族还是平民百姓，他都能跟你坐在一张桌子上吃饭。就连别人派来杀他的刺客，都要被他好酒好肉的一顿招待。最后被他的人格魅力所感动，不但没有杀他，还把实情告诉了他。这就是刘备的本事。在那个讲究出身和门第的时代，他用一种近乎于江湖大哥的方式，团结了一批最顶尖的人才。但虽说如此，刘备早期的创业道路却非常的不顺利，或者说可以用一个惨字来形容。好不容易因为军功当上了安喜县尉，屁股还没坐热，就来了个督邮要裁撤他。刘备去求见，人家根本不鸟他。在演义里，刘备忍气吞声，张飞鞭打督邮，但根据史书记载，是刘备直接冲了进去，把督邮揪出来绑在树上，亲手抽了他200多鞭，然后把官印挂在他的脖子上，潇洒走人。你们看看，这像是那个只会哭哭啼啼的刘皇叔吗？这明明就是一个快意恩仇的江湖游侠。在之后的10几年，是刘备一生中最为颠沛流离的岁月。他曾北上投靠他的同学公孙瓒，与其共同对抗袁绍，也曾南下救援陶谦，抵挡曹操的大军。当他终于从陶谦手中接手了整个徐州的时候，结果却被吕布给算计夺走了。说到吕布啊，我们就不得不提辕门射戟。
这件事还真不是小说编的。当时袁术派大将纪灵来打刘备，吕布为了调停，把两人叫到了一起，在150步开外立了一个戟，说我要是能一箭射中戟的小枝，你们就各自罢兵。结果他真的一箭射中了，在场所有的人，包括刘备都惊为天人。但吕布终究是反复无常，后来他还是翻脸打了刘备。刘备走投无路之际，只能去投靠他一生中最强大的对手曹操。后来吕布被曹操所灭，在许都的那段日子里，可能是刘备最憋屈的时候。他和曹操青梅煮酒，论辩天下英雄。曹操指责他说：“今天下英雄为使君与操啊！”这句话把刘备吓得连筷子都掉到了地上。他知道曹操看穿了他，他必须走。借着衣带诏事件和讨伐袁术的机会，刘备成功跑路，但代价是他的老婆孩子，还有他最好的兄弟关羽，都落在了曹操手里。之后的故事大家就很熟悉了。关羽斩颜良、诛文丑，报了曹操的恩，然后过五关斩六将，千里走单骑。当然，这些是演绎的说法，但核心的事实是，关羽确实是拒绝了曹操的高官厚禄，毅然决然地回到了刘备的身边。你能想象吗？一边是权倾朝野的曹丞相，给你封侯送美女送赤兔马；另一边是前途未卜，连一个根据地都没有的大哥。关羽却选择了后者。所以说，这种情谊是超越了利益，超越了生死的。刘备逃离了袁绍，投靠了刘表，在荆州度过了一段相对安稳的日子。但有一天，他在酒宴上发现自己因为太久没有打仗，大腿竟然长出了赘肉，史称皮肉复生之叹。那一年他46岁了，事业依然没有起色。他开始反思，是不是自己真的不行？就在这个时候，他遇到了水镜先生司马徽，得到了2个足以改变天下格局的名字：卧龙凤雏。于是便有了三顾茅庐。一个46岁颠沛流离的中年男人，放下身段3次拜访一个年仅27岁的年轻人，而这个年轻人在茅草屋里为他规划了未来几十年的战略蓝图——隆中对。有了诸葛亮，刘备的团队才真正有了灵魂。诸葛亮来到刘备阵营，第一件事就是促成的孙刘联盟，在赤壁周瑜一把大火，把曹操统一天下的梦想给烧得干干净净。当然，这也为刘备烧出了一片生存的空间。赤壁之战以后，刘备按照诸葛亮的蓝图，趁势拿下了荆州4郡，又从孙权手里借来了南郡。此时此刻，他也终于有了自己的根据地。在接下来，刘备的人生就像开了挂一样，他听从庞统的建议，夺取了益州，有了逐鹿中原的资本。可惜他的凤雏庞统在围攻洛城时中箭身亡，年仅36岁。建安24年，西元219年，是刘备人生最高光的时刻。他在汉中之战亲手击败了曹操，斩杀了当时曹操最得意的将领夏侯渊。7月，刘备进位汉中王，封关羽、张飞、马超、黄忠为4方将军。他站在人生的巅峰，似乎复兴汉室的梦想已经唾手可得。然而，命运却在这个时候给他开了一个最残酷的玩笑。同年冬天，关羽大意失荆州，败走麦城，被东吴擒杀。这个消息对刘备来说是天塌了，所有人都劝他要以大局为重，要忍。如果是太祖高皇帝刘邦，可能会忍，但他是刘备，忍不了。他不是一个冰冷冷的政治机器，他首先是一个大哥，那个从20岁就跟着他从黄巾起义到晋位汉中王，可以说算得上是一起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好兄弟，没了。他漂泊半生，好不容易得来的根据地荆州又被夺走了。他流着泪杀了没有出兵救援的杨子刘封。他用1整年的时间集结了全国的兵力。张武元年，他拔出那把可能已经生锈的双股剑，不顾诸葛亮、赵云等人的连连劝谏，白衣誓师，倾尽全国之兵，水陆并进，发动了夷陵之战。结果我们都知道，夷陵之战，陆逊的一把大火烧光了蜀汉所有的精锐，也烧光了刘备最后的希望。刘备在百里城一病不起，临终前，他把诸葛亮叫到了身边，说出了那段著名的遗言：“君之才10倍于丕，必能安国，终定大事。若世子可辅，则辅之；如其不才，君可自取。”这段话被后世解读为无数种种权谋的味道，但在我这里看来，这是一种英雄在生命的尽头对他最信任的战友
做出了最真诚的托付。他对自己的儿子刘禅说：“勿以恶小而为之，勿以善小而不为。”这是一个父亲对孩子最淳朴的教诲。西元223年，刘备病逝，终年63岁。我们回看刘备的一生，他失败的次数远远多于成功，他大半辈子都在被人追着打，都在寄人篱下，但他从未放弃。人们说，如果三国没有刘备，那段历史可能就只是一个普通的乱世，和南北朝五代十国可能没有什么区别。因为没有刘备，就没有那位义薄云天的关圣帝君，没有那个据水断桥的燕人张翼德，没有那个七进七出的常山赵子龙，更没有那位鞠躬尽瘁、死而后已的诸葛武侯。刘备就像一块磁石，他吸引了那个时代最璀璨、最重情义的一群人，围绕在他身边，为了一个看似不可能的理想而奋斗。但他输了，输得很彻底。1800年后的今天，当我们再次翻开这段历史，我们依然会为长坂坡的赵云而喝彩，为失荆州的关羽而叹息，为秋风五丈原的诸葛亮而落泪。我们还是希望他们能赢，因为英雄可以死去，但理想永不落幕。好了，关于刘备，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。如果说有遗漏，欢迎在评论区进行补充。如果喜欢我们这一期影片，别忘了点赞订阅我的频道。我是卡洛，我们下期再见。